给你们看，我发现了一个正宗的意大利肉酱面的食谱，就是这个是意大利烹饪学院1982年的肉酱面。这上面说这个波隆纳肉酱是意大利最典型、最经典的肉酱。这个配方是1982年波隆纳商会公证并保存下来的。多年来经过了几次修改，现在是最终版本。它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因为我已经偷偷试过了。材料也是常见的，就是你去趟家门口的超市基本上都能买到。喜欢吃意大利肉酱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好这个食谱，找时间试试看，你绝对不会失望的。那现在我就把我做这个配方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我是按配方双倍的量做的，因为我想一次多做点，然后分装冷冻，这样吃的时候就比较方便。需要一部分未熏制过的培根肉，这个可以用等量的五花肉代替，我是用了一块云南火腿代替的，因为我想我这个火腿也是没熏制过的，但是也腌过，可能跟培根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用上海咸肉应该也行，你们也可以试试，味道都不会差的。应该是放300克培根肉，我这个火腿挺咸的，我就放了150克。还要用600克的番茄罐头或者去皮番茄，因为我只有一罐是400克，所以我又加了一个番茄。我觉得番茄罐头味道应该是更浓郁一些，如果你想都用新鲜番茄的话，那建议再加点番茄酱。然后还有红酒、橄榄油还有水，水的量是一点一点添加的，不是一次性全加进去的，所以跟配方用的水量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就是胡萝卜、芹菜、洋葱、牛肉。先把锅烧热，锅里先不放油，把培根肉放进去翻炒。炒到肉里边的油脂都出来了，肉有点变焦黄色，然后再放橄榄油。如果用五花肉也是这样的操作，炒到肉变焦黄了，再放橄榄油或者黄油。翻炒片刻，然后放胡萝卜、洋葱、芹菜。要多炒一会儿，炒10到15分钟，把这些蔬菜都炒软了。蔬菜炒软了以后，再把牛肉放进来。牛肉放进去以后也是要多炒一会儿，一定要把锅里的水分全都炒出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是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的变化的。刚开始放进去炒的时候，你会闻到肉的膻腥味儿，然后你就一直炒，一直炒，要炒到锅里的水分都没有了，还要炒，炒到肉都有点焦黄了。这个时候你再闻，闻到的就是肉的焦香味道，要炒到这样的状态才行。等你闻到这个焦香味了，然后就把红酒倒进来，还要再继续翻炒，要把这个酒精的味道给它炒没了。我大概是炒了5分钟，还是你去闻一闻，闻到没有酒精味了，就可以加番茄罐头了。要加番茄酱的话，这个时候也一起加进去。然后我是先放了400克的水，用铲子把大块的番茄再切一切。开锅以后就转小火，盖上盖子炖2个小时，在这期间一定要不停的去翻动它，防止糊锅。水少了就加点开水，不要让它熬干了，因为原配方里也是这么写的，不是一开始把水都加进去的，也是中途没水了就加点。2个小时到了以后，建议这个肉酱不要太稀，因为还要再加480克的牛奶。把牛奶加进来拌匀，然后再煮个5到10分钟，基本上就可以关火了，这个肉酱就做好了。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点盐和黑胡椒。如果你放的是咸肉或者火腿的话，盐就不要放太多了，因为火腿和咸肉都比较咸。这样这个波隆纳肉酱就熬好了，你等它凉了以后给它分装冷冻保存，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吃的时候就是一份肉酱放在锅里加热，然后把煮好的意面放进来拌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看意大利人说肉酱还是要配这种宽的面条比较好吃，因为它能挂住更多的酱汁。我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实在是没有心情去摆弄这盘面，让它变得更漂亮一些了。好不好吃的你们看这个过程和材料就能体会到，赶快去试试吧。